今天我们要来揭开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航空秘密。60岁以上的旅客其实拥有飞行8大特权，这些福利服务航空公司通常打死也不会主动告诉你，但只要你懂得开口要求，就能免费享受，让你的搭机体验大大升级。许多长辈辛苦存钱买机票，却因为不清楚这些隐藏权益，白白受累，甚至多花冤枉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位资深座舱长的提示，一起来深入探讨这8项特权，看看航空业不说出口的秘密到底是什么。首先，你可能会好奇，航空公司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宣传这些长者福利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所有乘客都知道了这些隐藏服务，航空公司和机场的人力势必吃不消。因此，很多优惠仅针对符合做法条件的长者，但都采取被动提供的方式，也就是你不问，他们不说。然而，既然这些权益是属于年长乘客的，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善加利用。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揭晓，60岁以上旅客在搭乘飞机时，究竟可以享有哪些8大特权，以及背后有什么申请门道和注意事项。第一项隐藏特权就是机票的银发族优惠票价。许多人不知道，其实某些航空公司针对高龄旅客有推出敬老折扣票，也就是说年满60岁，有的航空是65岁以上的乘客在购买机票时可能享有折扣。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吧？航空公司通常不会大张旗鼓宣传这类优惠，但留心的人会发现，偶尔在官网或旅行社资讯中会藏着这种针对银发族的特别票价。举例来说，中华航空曾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推出期间限定的机票9折专案，适用于豪华经济舱与商务舱座位。又例如国泰航空早年也有过银发族特惠，65岁以上旅客购买机票可以享受票价75折的优惠。但要注意，这类敬老票通常有限定航线、舱等或销售期间，并非随时随地都可使用。因此，如果家中有长辈计划出国旅行，购票前务必上航空公司官网或拨打客服专线主动询问是否有60岁以上旅客的优惠票价。有些时候，这一问可为您省下一大笔旅费。就算航空公司当下没有这种优惠，也不损失什么。而一旦有善用敬老折扣，就等于替旅费打了折扣。这可是航空公司不会主动提醒的省钱秘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政府或航空业者也会提供银发族旅行补助。例如，某些欧美航空可能与退休者协会合作，推出长者会员计划，让会员购票享折扣，累积里程有加成等等。甚至有的航空曾经推出 Silver Wings 银翼类似的长者旅行俱乐部。虽然这些计划有的已经停止招募新会员，但仍有不少终身会员持续享有优惠。重点是做长者旅游规划时，不要忘了留意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一张机票的价格往往不菲，任何折扣对固定收入的长者来说都是宝贵的减轻负担。记得开口询问就有机会，沉默则一分优惠也没有。第二大特权就是在机场报到时享有的优先服务。年纪大的人腿脚较不便利，长时间排队办理登机手续和行李托运可能会感到吃不消。其实多数航空公司和机场都默认行动不便或年长旅客可以优先办理登机手续，只不过地勤人员通常不会高声宣布60岁以上请到前面来，而是需要我们主动告知或预先安排。具体怎么操作呢？首先，在机场排队办理报到时，如果您发现经济舱柜台大排长龙，而您或您的长辈已经年过60，站得腿酸，不妨主动询问旁边的服务人员，不好意思，我今年 XX 岁了，腿脚不好，请问有没有长者优先柜台可以协助办理？许多情况下，工作人员会通融让您改到商务舱每头等舱柜台或特殊旅客服务柜台，快速完成报到手续。某些大型机场其实设有优先服务柜台，专门给老弱病残孕等需要协助的旅客使用，只是位置可能不显眼。例如在日本、美国等机场，只要出示高龄证件或开口说明需要协助，地勤人员都会热心引导您到适当的窗口，省去一般排队的辛苦。再来谈谈行李托运的部分。
当长者自行出行时，大件行李的搬运也是挑战。其实在报到时，您可以请地勤人员给您的行李贴上 Priority 优先标签。很多人以为只有商务舱或金卡会员的行李才能优先处理，但如果您解释自己年纪大，提重物不方便，希望行李能够尽早在目的地输送出来，一些航空公司是愿意通融贴上优先标签的。这意味着您的托运行李在目的地将会较早被搬运上行李转盘，您就能更快拿到行李离开机场，减少酒后的疲惫感。此外，在托运柜台，你也可以请求人员在行李上系一条显眼的长者识别带。有些机场提供这种服务，以便目的地的服务人员知道这件行李属于高龄乘客，必要时可以提供协助。总之，从报到到托运行李，全程都可以厚着脸皮善加利用自己的长者身份来换取便利，这可不是占便宜，而是您应得的照顾。第三项特权可以说是许多长辈搭飞机时的福音，那就是免费的轮椅及专人协助服务。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申请轮椅并不代表您完全不能走路。对于耐力较差、脚力不从心的银发族来说，机场里动辄数千公尺的步行距离和繁琐的安检关卡是非常大的负担。因此，各大航空公司都有提供无偿的轮椅推送与通关协助。但重点又来了，航空公司通常不会主动问您要不要轮椅服务，这个隐藏福利需要您提前提出申请或在现场主动开口。一般建议您在出发前就透过航空公司客服或官网注明需要协助，例如定位时可以勾选特殊服务需求或致电说明有位长者需要轮椅协助登机，这样航空公司会在您抵达机场时预先备好轮椅和人员，如果临时决定需要也没关系。抵达机场后，在报到柜台直接提出，请问可以提供轮椅服务吗？我行走有困难。地勤听到这样的请求，通常都会立刻安排。而且轮椅服务一旦启动，后续的好处一连串来，您将由专人推着轮椅走特殊的无障碍通道，不用自己拖着行李东奔西跑找登机门。通过安检和出入境时，也通常有专用通道或由工作人员带领优先过检，几乎等同于 VIP 的待遇。此外，如果您体内装有心率调节器等植入医疗设备，务必主动告知安检人员，他们会为您安排免经金属探测门的替代检查，确保装置安全无虞。有些朋友可能担心，我父母虽然年纪大，但还没到坐轮椅的地步，这样申请会不会太夸张？其实大可不必有压力。轮椅协助的服务对象不仅限于完全无法行走的人，任何觉得长距离行走吃力的长者都可以合理使用。航空公司宁可提供协助，总比您在途中因疲累而发生意外好。而且，许多国家对于高龄或行动不便旅客都有通关礼遇。例如，美国的机场安检曾经对75岁以上乘客提供简易安检措施，比如可不必脱鞋，除非金属探测器发出警报。可见，国际间对于银发族通关都倾向给予方便。在亚洲，例如日本的全日空航空 ANA 就专门设计了一套长者旅客协助方案，只要是65岁以上且独自搭机的旅客，他们提供从办理登机开始一直到下机后的全程陪同服务，包括推轮椅、引导通关，甚至在转机时也有地面人员专门接力协助。但是要注意，像 ANA 这种贴心服务，通常需要提前72小时提出申请预约，临时到了机场再要求，虽然也可能得到帮助，但周全程度可能不及预约安排。因此，如果您或家中长辈确实需要在机场内移动的协助，千万不要因为逞强或害羞而勉强撑着走，尽早申请轮椅服务，您就等于拿到机场的快速通关证。一路上您会发现，穿梭在人群中的工作人员对推着轮椅的组员都格外礼让，柜台、电梯、接驳车，无论是哪一站，都有人为您引路代劳。这不仅省力，更重要的是安全。长者不必匆忙赶路，自然能降低跌倒、迷路的风险。这项服务本就是航空公司为乘客提供的，不用白不用。第四大隐藏特权，听起来就很高级，机场贵宾室的使用权。许多人以为机场的 VIP 贵宾室只有商务舱旅客或高等会员才能进入，跟经济舱长者毫无关系。然而，
有些情况下，银发族也能免费享用贵宾室的舒适，这当然不是普遍通则，但确实存在一些让长者进入贵宾室的特殊管道。首先，如果您的长辈因为提早到达机场或航班延误，不得不在候机楼苦等数小时，这时可以试着向航空公司服务柜台提出请求，我们有长者同行，等待时间很久，能否提供休息室让长者坐一下？有时候航空公司会体恤长者的需求，获利提供临时的 lounge 通行证，特别是在班机大误点、过夜转机等情况下，航空公司更有可能安排包含餐点的贵宾室服务，确保长者在等待时有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不少旅客分享过经验，当航班延迟到深夜，带着老人家在柜台沟通后，地勤发给他们贵宾室的入场卡，让老人可以进去休息沙发、吃点心、喝热茶。此外，有的机场本身就对高龄旅客提供敬老休息区，例如中国大陆一些大型机场会在航厦内设置爱心候机室或老幼专用休息区，允许60岁以上长者凭身份证明进入。有些休息区虽然不像航空公司的贵宾室那样豪华，但至少提供了沙发椅、热水、简单茶点，还有工作人员照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航部门曾在2018年推行措施，宣布60岁以上长者可免费使用全国约210家机场的贵宾休息室，让银发乘客能享有舒适座椅、茶点和无线网络等贴心服务。虽然这类方案多半有特定期限或条件，无法保证每次旅程都适用，但足以显示航空业正努力为长者打造更友善的候机环境。这种服务通常也不会大肆张扬，只会在机场资讯角落提及或由工作人员口耳相传，所以遇到长时间转机或等候，不妨主动询问，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给老人家休息的地方？或留意机场导览图上是否标示有特殊旅客服务室。一旦找到这片桃花源，长者就不用和年轻人一样在拥挤的候机大厅苦熬，可以悠哉地坐在柔软椅子上阅读报纸，打盹养神。当然，我们也必须强调，大多数航空公司并没有公开规定长者可以免费使用贵宾室，这种待遇通常是个案情况和现场人员的酌情处理。如果碰上1-2次询问无果，也别气馁，每家航空公司、每座机场的政策不一样，我们能做的是尽量争取，因为一旦成功，贵宾室里的免费自助餐、饮料、舒适座椅和干净卫浴，对于上了年纪的旅客来说，简直是天堂般的享受。坐飞机最累人的部分莫过于等待，能在贵宾室度过等待期，不仅身心得到休息，也避免在外头人挤人感染疾病的风险。记住，会问的老人有糖吃，多问一句也许就能升级您的候机体验。第5项特权，可是许多长辈搭飞机时梦寐以求的优先登机权。想象一下，候机室广播开始登机时，不需要跟着大批人群争先恐后，也不用挤在登机门口排长龙，您可以悠哉地坐着，等到服务人员亲自来邀请您上机。其实，绝大多数航空公司在登机流程中都有给予行动较慢或需要协助的乘客优先登机的默契，只是他们口头上可能不会直接说60岁以上可以先上，而是使用比较委婉的说法，或等待旅客自己提出。一般登机顺序通常是头等舱、商务舱及航空会员等优先，接着才是经济舱依座位区域分批。然而，在头等舱之后，登机广播里经常会加上一句：行动不便及需要协助的乘客现在可以优先登机。这就是长者们的机会。如果您自认动作比较慢，上下楼梯需要时间，或只是单纯想避开人潮安全上机，完全可以利用这项权利。当工作人员广播到这一段时，请大大方方起身走向登机口，示意您需要协助。如果广播中没提到，但您觉得自己确实需要，那就主动走到柜台，小声告诉工作人员：我年纪比较大，行动慢，能不能先让我上去坐好？多半情况下，地勤人员会立刻点头，微笑着请您提前登机。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航空公司专门为高龄乘客制定了优先登机的服务流程，例如前面提到的 ANA 全日空航空，在其官网上明确写道，65岁以上独自旅行的旅客，
可以在登机门口主动向工作人员提出需求，享受优先登机的礼遇。可见，这并不是我们在开后门，而是航空公司本来就设想好的服务，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利用罢了。优先登机的好处不仅是上机速度快，更在于减少意外发生。试想一般登机时，人挤人推着往前走，万一长者一个不稳被后面年轻人撞倒，那后果可严重了。先上机的话，长者可以不慌不忙走在廊桥上，慢慢找到座位，把行李安顿好，再系安全带坐稳。等其他乘客陆续涌入时，他已经安然就座，避免了在人群中举步维艰的窘境。另外，优先登机也给予长者和乘务员更多的互动时间。由于机上乘务员早就准备就绪，第一批上机的长者往往会得到格外的关注。空服员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协助长者放置随身行李，介绍座位设备，甚至贴心的问候长者有无需要额外枕头、毯子等。等所有乘客都上来后，空服员就忙得团团转了。所以长者提早上机等于争取到了专属的服务时段。这么划算的隐藏特权，下次可千万别忘记善加利用。第6项特权，关乎长途飞行中最实质的感受，座位的舒适度。大家都知道，经济舱的座位空间狭窄，对于年纪大的乘客来说，坐几个小时下来，腰酸背痛、膝盖僵硬是家常便饭。所以，如何选到一个舒适的位置，绝对是银发旅客应该掌握的权益之一。而其实，航空公司在这方面也对长者有一些暗藏的照顾。只要你提出需求，他们通常愿意帮忙调整安排。首先，选位权本身就是隐含福利。很多廉价航空订票时，选座是要额外付费的。但若您是长者，可以在柜台报到时，试着请地勤免费帮您安排一个方便的座位。例如，我脚不好，能否帮我安排靠走道的座位，方便我起身活动？这样的要求基本上都合理合法，绝大多数地勤都会尽力满足。而如果飞机不是满舱，您还可以更进一步询问，可不可以帮我安排旁边座位空出，让我可以比较舒适。有些细心的柜台人员在看到年长旅客时，本来就会主动把他们安排在一排座位中较有利的位置，例如3人座只坐2人，空出中间位。但这种贴心并非每个人都会遇上，所以建议长者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记住，航班有空位的话，航空公司其实不介意给长者多一点空间，毕竟让乘客坐得舒服也是服务的一环。甚至在飞机起飞后，如果您发现某排座位整排空着，也可以礼貌地征求空服员同意后挪过去休息。通常只要机长关闭系紧安全带的提示灯，且该座位没有特殊限制，乘务员都很乐意让长者换到更宽敞的位置小憩。这种技巧在夜间长程航班中特别受用，因为多占一整排座位等于临时享受了平躺头等舱的待遇。再来，机舱里有一些被称为黄金座位的位置，对长者而言特别合适。所谓黄金座位，指的是那些空间特别宽敞或方便进出的座位。例如，第一排靠隔板的座位，前方没有别人的椅背，可以自由伸展腿脚；又或者靠近出口的座位，通常间距较大，没有前排倾倒干扰。不过要注意，出口排座位通常要求乘客有一定行动能力，以协助紧急撤离，所以并非每位长者都适合。但如果您身体状况 OK， 且想要更多腿部空间，不妨在办理登机时提出，如果出口排有空位，我愿意坐那里帮忙。有些航空原本会把出口排留给临时升等或收费升等的旅客，但对于主动要求且符合资格的长者，他们有时也愿意开放。除了腿部空间，长者选座还应考虑上下机及如厕的便利性，建议尽量选靠近走道且靠近厕所的位置，这样不需要频繁麻烦邻座乘客起身，也能缩短走到洗手间的距离。如果听力不佳，可以选离广播喇叭较近的位置，方便听到通知。若怕冷怕热，则避免坐在出风口直吹的位置等等。这些微小的偏好，其实都可以在订票后或登机前向航空公司提出调整请求。许多航空的客服系统里，有一类选项叫 Special Request 特殊需求，其中包含需要更宽敞座位或需要特定座位等。只要理由正当，比如年长腿麻需要伸展，
航空公司通常会免费为您保留适当席位，最终的重点在于千万别羞于提出您的座位需求。空服员和地勤人员又不是螃蟹，不会用横着的眼光看您，要求多。相反的，他们很清楚长者搭乘飞机的辛苦，能提供帮助时也乐于这么做。毕竟让长辈坐得舒服一点，对航班运营也有利。您舒适了，发生紧急医疗状况的概率就降低，飞机也能更顺利抵达目的地。所以下次搭机前，务必好好研究座位布局，挑选对自己最友善的位置，然后大大方方告诉航空公司，这个位置对我很重要，请你帮忙协调，谢谢。掌握了这项特权，长途飞行将不再是一场煎熬，而是可以比较轻松自在地度过。第7项特权体现的是航空餐饮中的贴心安排，机上特殊餐点服务。上了年纪的人，饮食上往往有特殊要求，有的人需要低盐低油，有的人糖分摄取要控制，还有人是因为宗教或健康因素吃素，不吃某些肉类等等。其实航空公司早就准备了一系列特殊餐，供有需要的乘客预订，而且这项服务对所有乘客免费开放。然而许多长者并不知道自己完全可以提前预订符合自身需求的餐点，结果飞机上一份标准餐送来，高盐高油，吃得很不舒服。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预订特殊餐还隐含另一个好处，通常特殊餐会优先于一般餐点送达，也就是说，点了特殊餐的乘客往往能抢先在高空用餐，享受提前开饭的待遇。举例来说，航空公司的特殊餐类型非常丰富，包括低钠餐、糖尿病餐、清淡饮食餐、纯素餐、印度素食，不含肉和蛋，符合特定宗教的素食要求，清真餐、低乳糖餐、低过敏原餐等等。不管是出于健康还是信仰考量，几乎都有对应菜单。如果您平常饮食需要忌口，千万别客气，在订票时就提出特殊餐要求。通常在购买机票或网上办理报到时，都会有一个特殊餐点的选项清单供您选择，或者您也可以在起飞至少24小时前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客服，告知您的餐点需求。很多长者可能担心，我要求特别餐会不会很麻烦乘务员，会不会被白眼？完全不必担心这点。现代航空公司的服务流程中，处理特殊餐订单已经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飞机起飞前，空厨准备好各种特殊餐，并贴上座位号。一登机，空服员就知道哪几位乘客要配发特别餐点。大部分航班都遵循特殊餐优先的原则，也就是说，乘务员会先将订了特殊餐的乘客餐点送上，再开始推车为全体乘客发放标准餐。这对长者来说其实是一大隐藏福利。提前用餐意味着您可以更早的吃完，收拾好餐盘，比别人多出一点时间走动舒展或上厕所，不用和年轻人挤在同一时间段。此外，预订特殊餐还有助于确保您吃得安心。长者的牙口和肠胃较弱，如果吃到不合适的食物，旅途可能就不愉快了。特餐通常口味较清淡，分量控制也合理，不会让您一下子油腻咸腻吃不消。空服员在送餐时也会特别嘱咐，这是您的低盐餐、糖尿病餐，祝您用餐愉快，让您吃得明明白白。万一忘了预订，其实在飞机上也能尝试现场提出需求，比如向空服员请求多给一瓶水，要一杯热开水泡药，或询问有没有清淡点的食物可以换。有时商务舱剩余的水果餐、沙拉等可以给长者救急，空服员通常会尽量满足，毕竟他们也希望每位乘客平安舒适抵达目的地。所以不管是提前预订特殊餐，还是机上临时请求，长者千万不要觉得是在造成麻烦，您的健康需求就是头等大事。航空公司提供这些餐饮选项，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包括您在内的所有乘客。最后一项第8大特权，涵盖的是飞行途中长者能获得的各种额外照护。飞机一旦起飞，在高空飞行，环境特殊，对银发族的身体其实是一大考验。比如大家常提的经济舱症候群，也就是长途飞行后下肢血液循环不良引发的深部静脉栓塞风险，长者正是高危群体。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航空公司在这方面早有准备，只是不会主动公告。本航班备有防血栓的服务，作为长者乘客，只要您开口表达需求，
空服员就会提供相应的照护和协助。举个例子，如果您告诉空服员自己有血栓或循环不好的顾虑，他们可能会特别留意您的状态，提醒您每隔1-2小时站起来活动筋骨。某些国际长程航班上，空服员甚至可以提供弹性静脉袜，或指导一些机上拉伸运动，帮助乘客预防经济舱症候群。虽然这不是所有航空的标配，但询问一下绝对无妨。有时航空公司备有少量的简易医疗物资，例如轻度压力袜、眼罩、耳塞等等，专门提供给有需要的乘客。如果您觉得腿部肿胀不适，可以请乘务员给您一条小毯子，垫高脚部，或索取一杯温水来暖暖身体，促进血液循环。这些贴心举措平常不张扬，但对长者的舒适与健康却很重要。还有，如果您随身携带需要低温保存的药品，例如胰岛素，可以请求空服员协助存放在机上的小型冰箱中，确保药效不变。大多数客机都备有制冰设备或冷藏空间，乘务员通常愿意帮忙照看药品，让您无后顾之忧。再者，飞行途中难免遇到身体不适的状况，年纪大了，可能突然头晕、胸闷，或者临时找不到随身药品，这时千万不要忍着，而要马上告知空服员您的不舒服。这其实也是一种特权。航空法规定，每架商用客机上都备有基本医护设备和药品，空服员也受过急救训练。如果长者一有不适表现，乘务组可以立刻提供测量血压、氧气瓶吸氧、简易药物，如止痛药、晕机药等协助，甚至在必要时透过机组广播寻找具有医师资格的乘客伸出援手。可以说，在飞机上生病并不可耻，求助反而是保障自己生命的正确做法。航空公司不会主动说我们准备了医药，以免引起乘客紧张，但当有人需要时，他们绝对会全力以赴。对长者乘客而言，更应善加利用这种隐藏保险。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或其他病史，上机时不妨主动跟座舱长打声招呼，我有 XXX 病，如果途中有不适会跟您说，麻烦您多留意。多数座舱长听了都会特别关注，甚至主动时不时过来询问。您得到的关怀其实可能超乎预期，好比多了一位专业护理在身旁。最后还有一个小撇步，也能让长者在飞机上得到额外照顾，善用您的长者光环来博取更多便利。比如上机后您想换到前排空位伸展，与其自己偷偷坐去别的座位，不如礼貌地请示空服员，这里人好多，我可以换到前面那排空位吗？我年纪大，坐那比较舒服。很多时候他们会很乐意为您重新安排。如果想多喝一杯果汁，要第二份点心，也尽管开口。空服员通常对长辈比较宽厚，能满足的都会尽量满足。这些不算是明文规定的特权，却是长者在飞行中真实存在的优势。只要态度和善，说明理由，您往往能比年轻乘客得到更多的体贴服务。最后要提醒的是，以上提到的这些特权服务，主要是为真正有需要的长者准备的。我们应该合理使用，而非滥用。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假扮行动不便，或是强行要求那些自己并非必须的服务。这样不但可能令现场工作人员为难，也可能占用资源，让其他需要帮助的旅客受影响。我们只有在确实需要时提出请求，才能确保航空公司愿意长期维持这些贴心措施，让每一位银发旅客都能够受惠。总而言之，知己知彼，善用权益，是让长辈飞行体验升级的关键。航空公司不说的秘密，现在你已经全部知晓。下次带父母长辈出门，千万记得把这些技巧派上用场。毕竟不懂得用，真的就是白白浪费钱、浪费机会。懂得用，长者完全可以像贵宾一样享受旅程。让我们一起帮长辈争取应得的礼遇，让每一次旅途都平安顺心又划算。相信当您熟练运用这8大特权后，会发现高龄乘客也能玩转航空旅行，岁月的阅历反而成了旅途中的一道特别通行证。祝所有银发族朋友未来每段旅程都说走就走，愉快自在。因为真正聪明的旅行者从不让自己的权益睡着，